观众朋友们，2025年11月26日下午2点51分，香港新界大埔区，火舌顺着楼体狂卷，黑烟像倒灌的潮水吞没整片天空，7栋高楼瞬间被吞噬，128条人命消失在火光里，数百人失踪或下落不明。有人说，那一瞬间像看到龙口吐焰，整座城仿佛被什么古老的力量点燃了，像是香港的龙脉被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。但真正让人心底发寒的，不是火势本身，而是它发生的时间点。因为在古代谶语里，曾反复提到一个极其危险的年份——赤马红阳之节。那是一段以火为记号的灾厄周期。更令人不安的是，古籍里早有记载，赤马起红阳随，将3年为节。而地图上南方的第一个点，恰恰就是香港。这场大火真的是意外吗？还是赤马红阳节的第一声警钟已经响了？从社会层面看，这是香港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住宅火灾事故。当局已拘捕数名涉事工程与装修公司负责人，怀疑外墙防火材料不达标，报警系统失效，施工安全存在严重疏漏。那夜火光冲天，黑烟封城，楼群如同被一把无形利刃一刀划破，外墙被烈焰吞没，浓烟遮蔽天际。消防车、救护车呼啸，警报哭喊，混乱成为这个城市最沉重的噩梦。从现实、从人命角度都是灾难，但往深了想，这事儿就不那么简单了。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最怕的就是火。在古代风水里，香港不是城市，它是火龙。7条山脊就是7道龙骨，港岛向上冲就是龙抬头。一旦火龙被点燃，意味着火脉动了，气运翻了。这不是我瞎说的，地理辩证和古代港口成语里都写过。火龙动，南海经。更让人发冷的是时间点。过去3年全球火象像被人提前点火，夏威夷整座岛烧不灭，加拿大烟雾压到纽约，欧洲每年都烧出红天，唯独亚洲南方一直没有引爆点。玄学里称这种状态叫压火，火被压得越久，爆的那一下越可怕。结果南方的第一声火偏偏在香港，是巧合还是压火周期终于被突破？更巧的还在后面。香港这场火烧的位置，正好落在玄学圈最敏感的一条线——九龙脉。九龙者，9条龙脉交汇，交汇之地火气最重，也是最不能破的地方。但大火烧开的那条线，正是九龙脉的火口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龙脉的火气被提前泄了。为什么会提前泄？因为我们正站在一个古籍反复强调的时间段——赤马红阳双火之年，火象重叠，火运翻页。任何一处火口都可能成为引线，而这次被点燃的不是森林，不是山谷，不是荒野，是香港，是火龙，是南方火象的第一点。风水上有句老话：一龙能兴一县，9龙能动一海。1条龙脉能带旺一个县城，3条龙脉能托起一个时代。但9龙那是聚气的地势，
能旺的离谱，也能乱的离谱。古籍里讲得更直白：九龙若动，四方皆震。你再看这场大火的位置，是不是开始觉得怪了？火不是随便烧，是精确的在九脉火口上烧开。这种精准到令人不安的巧合，通常只有两种解释：要么气脉到了临界值，要么火运被提前激活。无论是哪一种都不轻松，因为九龙脉本身就是阳火，叠加9条山势冲上来，像9股火苗往天上窜。而香港本来就是火龙，航海九龙一动，就是双火合焰。你可以把九龙想象成一个被压了几十年的火球，平日没事，但只要被点一下，那就是引爆整个南方气运的火星。奇怪的不是火，而是点火的方式。普通火灾是横向扩散，但这次香港的火是竖直向上的，就像从地底有股火气顶上来，像龙脉被刺了一下，向外泄压。风水师看到这种火势，只会说一句话：脉被穿了。脉被穿，会发生什么？气泄运破，陈场变局乱。而九龙脉一旦泄，影响范围不是香港，而是整个南方岛链，包括台湾、金门、澎湖、琉球、九州这条线都会跟着变得敏感。所以你会发现，火灾发生后的1周，台湾东部的海气异常，日本南部出现罕见云层，琉球附近磁场监测数据波动。是巧合吗？很难说。最诡异的是时间对上预言。古代有一段很少人讨论的文字，《五龙火称》里面提到一句话：赤马之岁火，将先动于九龙。而你现在知道，我们正处于赤马火运交替的前夜，九脉先动。现在看，它真的动了。而先动之后是什么？后一句写得更惊人：九龙开，则海东三地应。海东三地是谁？在明代地图里，就是台湾、日本南部东海沿线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古人记录的气候地象关系。九龙被点是一个信号，告诉你接下来海东区域会开始进入动荡周期。但真正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那些1000年前的古书，他们像是早已写好剧本，只等事件发生的那一刻，悄悄揭开封印。你可能不知道，在香港这场大火之前，至少有3部古籍出现过诡异的火劫谶语，内容惊人一致。有学者在推背图残卷中找到一段模糊注解：誓言过海，城门无声，此火非火，人心为心。如果照字面解释，根本不通。可把场景放到今天，誓言过海像不像跨区域的连锁灾变？此火非火，又像不像不是自然原因，而是某种人心之灾？有人把香港火灾看成是这段预言的第一道引子。外在是火，内在是火，内在是人心动荡，社会气机变化。更诡的是“城门无声”4个字，火焰狂烧却无声，像是指在之前没有预兆，却突然爆发的极端事件。是不是很像这次大火的突发性？在一份清末版本的香港志里，有个诡异章节，影像篇《九龙火印》里面记载：九龙之地，火光照天时，非为灭亡，乃为转世。火若成印，
其后2年气数大变，香港就称九龙，而火光照天的描述在历史上极为罕见。更离谱的是，火若成印。有网友把火灾航拍图对照卫星热成像，竟发现火区呈现一个近似角质放射状扩散的形状，是巧合，还是古人早已留下的城市气运印记？如果其后2年气数大变成立，那意味着2025到2020降又降，迎26降就降进巨大的室内哪种剧组种这种剧组具有转这种剧成剧爱。更少人知道的是，白泽图有一页译文传统上被认为遗失，直到近年一个流传于道教圈的抄本里出现了一段惊人的补记：香火所聚，遇火则动其命，诚若风口，火起则换其运。香火所聚对应香港大量庙宇香火文化，诚若风口恰好对应香港沿海地势，风口效应极强。火起则换气运这句话让许多风水师都沉默了，它几乎在暗示香港的下一段命运会在一次大火后被真正启动。这次火灾会不会就是那道命运开关？于是问题来了，3部古书，不同时代、不同流派，却在同一个时间段指向同一个地点、同一场火。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，还是我们正站在一个巨大转折的前夜？如果说香港大火只是第一束火光，那它真正照亮的是一条早已画在古书上的时间线。2026是马红阳节，你会发现，无论是推背图还是各门派留下的暗语，几乎都指向同一个年份，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刻意对齐。这绝不是巧合。推背图第44象火到1年。研究者指出，推背图里有一句极少被讨论的注记：火灵5岁，天阶将动。5对应公历的2026，天阶将动更是耐人寻味。天阶古代指代天象气机，动意味着变化，会从天象开始引发人事震荡。而2026年第1季的天象重点是什么？火星、木星、土星在同一象限形成罕见相位。在传统术数里，这3颗星混动叫火木土聚，多灾自造。香港大火会不会只是火灵5岁的第一阵？在道家某支派的预言抄卷中，有一句被反复提到的口诀：两岸看火，风从东来。火不过3年，大势自开。有人把两岸看火理解为地缘隐喻，但现在回头看，当火以灾难形式出现时，这段话突然变得直观。如果以香港火灾为起点往后推3年，2025到2027 3年后大势自开，正好对应许多命理师都在谈的2026进入九子离火运最关键的上升阶段。换句话说，香港之火是整个离火时代真正点亮的那一刻。民间秘本《香江封建》里记载，2025从火门开。这本书现在几乎找不到实体，但当年道教圈流传一句话：湘江若然2重火门开，4年见风，后年见人。2重火门有人解释成第一道火是物理之火，第2道火是人心之火。现在的状况非常契合，
物理的火已经出现，人心的火，则是社会情绪、经济压力、地缘波动交织后的内在燃点。4年见风，2025年风向强化，局势不稳。后年见人，2026将出现决定方向的关键人物事件。是不是很像一条早已写好的剧本？更诡异的是，有人说这只是意外，但古籍里火与阳总是紧紧相连。赤马是火运的信号，红阳是人心的动荡。当两者同时出现，灾劫已不可避免。赤马不是动物，而是象征火的符号。烈焰冲天的夜晚，红光映照城市每一个角落，火焰顺着楼体横架风口攀升，像一匹烈马横冲。每一声爆裂，都是赤马在嘶鸣。这不仅是建筑倒塌，更是城市命脉被撕开的声音。古籍预言赤马之旗，火光点燃，风雨必随。赤马起红阳，随火后的城市社会裂痕被放大。红阳是象征血色的劫难，是人心与命运的震荡打破。火灾只是第一幕，接下来风会起，事件会扩散。这是赤马红阳节的开端。赤马红阳节不是一瞬，而是连锁。第一道火光已经出现，第二道风会从哪里刮起？第三道人心又会带来怎样的震荡？火只照亮了序章，赤马红阳节的真实篇章还在暗处。风会像无形的利刃掠过城市，人心会在恐惧与绝望中颤抖。每一条街道，每一栋高楼，都可能成为下一次火的符号。古籍中说的灾劫不是警告，而是时间的脚步。赤马红阳节已经悄然启动，一切的线索都在收束成一个答案。2026是火运时代的第一个真正转折点。香港大火只是那道点火符咒，而接下来风雨龙脉、地缘科技都将在那一年同步震荡。我们不是在观察灾难，而是在见证一个时代的齿轮开始摇动。是火已经被点燃了，真正的变化可能还在后面。但朋友们，与其担心预言，不如审视自己；与其恐惧灾劫，不如修炼内心。古籍不是诅咒，而是警示。转折不等于毁灭。火运既是危机，也是生机。易经里讲，君子以私患而预防之。道家说无为而无不为，佛家讲心能转境。具体怎么做？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减少信息毒性，不要被恐慌裹挟。第二，回归生活本质，储备实际资源。第三，修炼觉察力，观察局势变化，但不被情绪淹没。第四，建立支持系统，家人朋友才是真正的依靠。第五，降服心火，外火可灭内火，须自降服。这便是古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智慧。当你心中无火，外火便不能伤。愿你我都能成为那盏不被风吹灭的灯，守住内心，便能穿越黑暗，迎接曙光。